这一节呢，我继续给大家讲题型，我们要讲题型2。好，大家看，题型2，指数函数的图像，它的应用。那么这道题啊，要比简单的比较大小要复杂了。我们看这道题，一支直线 y 等于3a， 它是个常数函数，和函数 y 等于 a 的 x 加1的次方减1的绝对值，显然它要比 y 等于 a 的 x 次方那个指数函数要复杂多了。它是个复杂化了的指数函数，它们的图像有2个公共点。这条直线很容易画，那我首先就要把 y 等于 a 的 x 加1次方减1的绝对值画出来。我一下子画这个图像是画不了的，所以我要把它拆解开。拆解开就是你在搞清楚函数之间的关系，谁跟谁有关系，谁的图像跟谁有关系。好，第一件事呢，我当然要画 y 等于 a 的 x 次方。我要画它的时候，我就想 a 底数你是有2种情形，大于0小于1是单调递减，大于1是单调递增。而题中给我的条件只是说了它大于0不等于1，并没有说它在0、1之间取值还是取大于1的值，所以我要分类讨论。那么括号1，当 a 是大于1的时候，我把它叫做 f(x) 说话比较方便。我先画它的图像，它是指数函数，底数又大于了1，所以它的图像穿过0、1单调递增。因为它不是最终的图像，所以我先画成虚线，右上方无限延伸，左下方无限的跟 x 轴逼近。接下来我要画谁呢？我在它的基础上，我动了它的 x， 把 x 取成 x 加1，它就是 a 的 x 加1次方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动了 x， 它就使得图像左右移动，口诀就是左加右减，也就是 x 变成 x 加1，你动了 x， 我就把它的图像向左平移1个单位，就是这个新函数的图像。我在移动的时候，我要有点依据，比如说我就揪住这个点，这个点现在不是0到1吗？我就向左移动1个单位，那你看，显然这个就是负1到1喽。我只是左右平移，没有上下动。那么你移动完了之后，它的图像依然是和 x 轴无限的接近，不能到达右上方无限的上升。它移动完了之后，刚才的这个我就把它擦掉了要不一会儿我们就乱了，不知道谁是谁了。现在的这个图像是谁呢？是第2个。接下来我再动 f(x), 我这回把它写成 y 因为它的使命，左右移动的使命由这儿到这儿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我就把它写成 y 等于 a 的 x 次方加1，然后再减1。你的这个 y 总是比它小1，因为减1了，所以你要向下移动1个单位，记住是向下移动了1个单位，好吧？刚才你是和 y 轴无限接近，只是向下移动了1个单位，不能移动的太多，它要受限受到 y 等于负1的限制。那么把它向下移了1个单位，显然它就穿过负1到0向下移了1个单位，所以它的图像是不一定经过这个点的它的图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现在我画的是 y 等于 a 的 x 加1次方减1，向下移了1个单位。刚才的这个图像我就不要了。最后我就要画 y 等于 a 的 x 加1次方减1的绝对值。
刚才呢，这个式子得到的 y 有正数有负的，我一加绝对值呢，负的也变成正的了，负的变成相应的正数，所以你要把它翻折上去。翻折的时候记住它是有限制的，这是 y 等于1，你无限的跟 y 等于负1接近，翻上去的时候呢，就无限的跟 y 等于1接近，所以这段也不要了，这个不要了。现在留下的这个图像它是谁呀？它就是 y 等于 a 的 x 加1次方减1的绝对值。它画完了，我接下来要画 y 等于 3a。由于我是有条件的 a 是大于1的 3a 当然就大于3了。那这是1，这是2，这是3，你要画在这里 y 等于 3a。很明显，它和这个函数它只有一个公共点，只有一个交点，所以它们的图像有2个公共点，你没做到，不合题意，我要舍去。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要了。接下来我要考虑第2种情况，当 a 大于0小于1，因为你是大于0不等于1，既可以落在0、1之间，也可以大于1。大于1的我们讨论完了，接下来我们讨论大于0小于1。还是赶紧做图。首先我建立直角坐标系，我先画谁呢？当然先画 y。f(x) 等于 a 的 x 次方了。什么函数啊？指数函数。底数 a 大于0小于1，你的图像一定是经过0、1单调递减的，无限的逼近 x 轴，永远不能到达 x 轴。向左上方无限延伸。接下来我就要动它的 x， 把 x 取成 x 加1，它就等于 a 的 x 加1次方。你动了它的 x， 加就向左移，我就揪住这个点，现在它是0、1，向左移了一个单位，负1逗1。你只是左右平移，又没有上下移动，所以呢，你移到这儿之后，它是依然图像在 x 轴无限的跟 x 轴逼近，永远不能到达。还是我一边做一边擦，最原始的第一个图像我就擦掉了，因为它移动完了吗？接下来呢，我要在它的基础上做 y 等于 a 的 x 加1次方减1。我的这个 y 比原来的 y 总是小1，所以它要向下移了一个单位，注意只是移了一个单位。刚才逼近于 x 轴，现在它就得向下。刚才是经过负1逗1，现在一定是经过负1逗0啊。向下移了一个单位，所以它是无限的逼近 y 等于负1，但是永远不能到达。好，那么我既然第3个图像画完了，第2个图像我就要把它擦掉，不然的话，这个画面就很乱，它就干扰你，你忘记了哪个是最终的图像。马上我就要画最后一个 y 等于 a 的 x 加1次方减1的绝对值。你刚才的 y， 你看部分图像在 y 轴 x 轴上方，部分图像在 x 轴下方，有的 y 是正的，有的是负的，可是我加了绝对值，我都要正的，就要把负的翻折上去，负的变成相应的正的。翻折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无法无天翻得这么高。你是刚才接近 y 等于负1，现在你翻上去的时候就要接近谁呀？接近 y 等于1，这个点不要忘记了，它是负1逗0。最终的图像我画完了，我就把刚才的这个擦掉了，它的使命完成了。所以最终我画出来的，在这种条件下，第2个函数 y 等于 a 的 x 加1次方减1的绝对值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那么接下来我要画直线 ，a 是大于0小于1的，那山 a 呢？每一项都乘以山，山 a 它是在0和3之间啊，它是在0和3之间。可是我要满足题意，必须得有2个公共点，所以我可不能画得太高啊，我只能画在哪里？我只能是画在这里。这是不是有一个公共点，又有一个？你要画得太高了，那又变成只有一个公共点了。所以为了满足题意，我有资格在它俩之间活动，我当然就画在这儿。这个就是 y 等于3a， 3a 是大于0小于1的，所以 a 大于0小于1/3。不要超越范围哦。啊，0到1/3，它是0到1，它俩一取交集，没有超越范围，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。所以 a 的取值范围是个开区间0到1/3。你看，这个就是复杂化的指数函数。我们通过图像去解决问题，不知道如何单调，怎么去下手画图像，我们就要分类讨论，然后拆解开一点一点的做，我们就把函数之间的关系搞得特别清楚，把之前图像移动翻折这些知识我们也回顾了一下。好了，这是题型2，我给大家讲了2个图像。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讲第2个题。